糟糕，真正糟糕！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方才醒来不见你们，我还以为……对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蔡鼎忠呢？前天就死了，现在这船上能喘气的，除了我就是你。是吗？我怕是连日来饥渴交加，连脑子也开始糊涂了。2天没吃没喝，今天要是抓不来这只鸟，你也会死。无吹无噪，这等荤腥之物，要如何下咽？啊！你竟茹毛饮血！陆长风啊，陆长风，你身上哪里还有一星半点我天朝上国的儒雅之风？水师的面子，皇上的面子，都让你丢尽了！简直是禽兽所为！喂，哎，给你留了一些，喝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不喝还我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易而竭。鱼馁而肉败不食，色恶不食，恶臭不食，湿润不食，歌不正不食，不得其将不食。”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对不住了，我可是苏州府冯家的人，所以在我这里只有故事，没有酒。那就接着说，昨天晚上那个故事你还没说完就撑不住晕过去了。讲到哪儿了？我的脑子大概是已经饿死了。昨晚上的事，能记得的只有满天星星多得像芝麻上的烧饼。是烧饼上的芝麻。说到烧饼，你说到了那册羊皮书卷，还说那是一册能改天换地的奇书，书名你倒说过一次，太奇怪了，我记不得。想起来了，接着说，我想听。说起来，此书真可谓是天下1等1的奇书。书中所载无不光怪陆离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莫说那是远在90年前的故事，即便是今时今日，翰林院那些老大人们也斥之为奇谈怪论，荒谬而不可考也。荒唐！若这地为圆，人如何得以安然立于其上？荒唐！若这地在转，人如何得以安然行于其上？我觉得老家伙们说的似乎也有道理。怪不得徐大人说世人蒙昧，知而能行者，万中亦难有一人。又是徐大人，到底是哪个徐大人？文渊阁大学士徐大人啊。这故事就是徐大人当年来我家做客时说与祖父听的。医仙又怎会跑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，又怎会和那些人在一起？你只需明白，在这个世上，天才之间总是相互吸引，他们的相遇会改变一切。这鸟还剩一条腿，你到底吃还是不吃？见你这副嘴脸，我忽然不想说了。你这种人，就算把耳朵连洗3遍，都不配听他的名字。闭嘴！怎么，说你2句便心生不满吗？我让你闭嘴！
听。是他们，他们又来了。老天是要让我们送命，3天前逃过一劫，原来终究还是要还的。哎呀！别扔，老天送吃的来了。送吃的？送你一对挽联？这些飞鱼如此疯狂，也是为了逃命。我只恨自己不是飞鱼，少生了双翅。书名乃是《论天体的运行》，故事中的人名叫李药师。此时此刻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冯梦农立志追随家祖，做天下第一的书家，即便是此刻死了，也要把故事说完。我忽然开始欣赏你了，留着你的故事，等活下来，我请你边喝边说。苍天在上，今日想必是活不成了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那是什么？来时听闻南洋海中多怪，此言看来不虚。左舵3，火门全开！开火！妈呀！老子在海上一辈子，从没见过还能这样的。怕不就是海螺吗？开炮轰了他！开火！开火！开火！快开火！开火！开火！水师兄弟，莫要挡自己人！快点！且慢，我忘了自己并不会游水。
天在上，今日想必是活不成了。你尚未听完我的故事，岂非终身憾事？所以，我还不想死。我也不想。阁下不妨教我，此情此景要如何才能做到不死？请赐教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我试一下。要怎样试？好身手，怪不得年纪轻轻却能坐上水师千总之位。在下不会游水啊！杀千刀的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恩公，在下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好恩公，好生了得，受我一拜。黑火文章，很好。昨晚上刚听过你们的故事，今天就碰上了。请。长风，爷爷先走了。等等我，爷爷！哼，每次都把我一个人留在家，我生气了。我讨厌爷爷。爷爷！
长生，长生！干嘛？唱歌的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一直唱？这房子盖得不错，就是湿气略重。陆千总，别来无恙。什么人，胆敢犯我天朝水师？别唱了，不想死的，给我转过身来。没有用的，他们没有任何人类的感觉，包括疼痛与恐惧。曹公公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长公信，辟邪扳指。长公说的那个人，就是你。幸会，我是米迦勒。我很好，看起来公公的气色也不错。人交了新朋友，气色自然会好起来。那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难看，毕竟死了那么多旧兄弟。陆千总是在怨我与敌为友吗？素闻公公深明大义，耿直不屈，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当日交代千总的事，可还记得？重复一遍书的名字。论天体的运行。公公，你只需把书册交给我，其他的不需要知道。可是我真的想知道原因。论天体的运行，出书已近100年，大人为何？确切的说是90年。何不去买它一本？我要的是原本，古拜里亲手所书之物。原本现在何处？吕宋。天宫，天宫，天宫，原来如此。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大人早知下官此行的目的是缉拿天宫宋先醒归案，想来大人亦早知天宫和家族过从甚密。天底下没有东厂不知道的事，这正是找你来办此事的原因所在。徐念在论天体的运行原本中留下的秘密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查天宫，而且收获颇丰。公公可放心，为了爷爷和妹妹，陆长风可以变成这世上最穷凶极恶之人。你说到了那册羊皮书卷，
还说那是一册能改天换地的奇书。接着说，我想听。下官尚有一事不明。你的问题自会有人解释。攻击你们的船队原因很简单，我们不需要无能的伙伴，而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自己。这年头，连西洋人的中土官话都说得如此之好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伙伴了？你还没有证明配得上和我握手。握手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让你们先把行头还给我，伙伴。听闻小弗朗基人已经吃下了半个世界，这回连吕宋也不放过。美洲的黄金、白银、红木，欧洲的枪炮艺术品，南洋的香料宝石，中华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市场就在吕宋。我朝本银矿匮乏，现如今竟能以白银为本，倒是多亏了贵国在波西托的银矿山。从南美挖出来的矿石，70%以上都换作了你们的茶叶、瓷器，足不出户却坐拥天下的白银。贵国人真会做生意。人会背叛，钱不会。世上唯一比白银更靠得住的，只有黄金。父亲说世界是块水果蛋糕，而吕宋就是上面最诱人的那颗樱桃。我最喜欢吃的，恰巧也是樱桃。蛋糕？那是什么？你醉酒闹事吗？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长得高有用吗？所以我应该想办法接近天宫，接近宋先行。你和他都是本朝子民，这里还有人比你更合适的吗？公公不也是？哦，抱歉，我忘了公公的身份。本朝子民可没几个喜欢和东厂打交道的。我等一心为圣上办事，对上不对下。贱民们喜欢与否，很重要吗？不愧是东厂掌刑千户曹公公，下官佩服。闲话少说，你只需记得自己该做什么便是。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聪明，他真的可以吗？这个人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水师千总，多少还有些本事的。公公错爱了，下官定不辱使命。如此甚好。只希望公公也莫要忘了答应陆某的事便好。事成之后，宋先行交由你处置。抱歉，我觉得诸位太吵了，所以想请你冷静一下。吓人了！
是吗？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长得高有用吗？哎，你们认识？似是故人来，也是东厂的？为什么要说也？快让你这位故人别闹了！这里的大厨是我朋友，和我一样不好惹的很。要是再惊动了侠客叔叔，那就更完蛋了。又是侠客？侠客？他是什么人？宋先生最好的兄弟，万国最强的剑客。他代表着万国的秩序，只要你闹得足够大，自然就会见到他了。所以公公让我去惹的人是万国最强的剑客，还真看得起下官。要么得到他的赏识接近天宫，要么死在他手上。如果是后者，说明你只是个没有价值的人，我们自然也不会觉得可惜。我觉得姑娘虽然将我朝官话的腔调学得饥渴乱真，却终究不能掌握精髓。中华乃礼仪之邦，说话留3分，日后好相见。面子总是要给足对方的。我只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唉，小弗朗基终究只是藩邦小国。你看，是小德月楼，这又是这下可主要杀价。你打烂我店里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，打伤了我的客人。德师傅，今天的菜很好吃。米娅小姐光顾本店是我的荣幸。是陆兄。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，你的命真硬。惭愧惭愧。你面前这位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别打得太狠喽。请原谅我不能答应小姐，我所有的风度只留给年轻的女士们。除此之外，没请教。德雷克，万国城里中华菜馆28家，小德月楼排第3，绝对不一般。而这里的掌勺大厨就是我。掌勺大厨？就你？是我，一个英吉利亚人。幸好我刚才只点了酒。那是你的损失。说到损失，这笔账我们怎么算？算什么算？我这个人不喜欢算数。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个喜欢用脑子的人。跑堂呢？在呀。我的宝贝呢？在呀。请。快装碎发枪机。你的家伙样子虽别致，原来的底子却是欧罗巴人水师专用。做菜用火，教你做人用火铳。慢着，在下觉得这很不公平。你有火铳，陆兄却是赤手空拳。在万国，这很公平，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他来搞事，我负责搞定他，用我的方法。别急，我为陆兄找把铳来。诸位，谁有火铳，可否借在下一用？动作快点儿，我这人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什么耐心。德兄稍安勿躁，公平决斗方是君子所为。我看起来像君子吗？君子的意思你能明白吗？我猜是 gentleman。 你这人菜做的乱七八糟，说话也颠三倒四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话颠三倒四。在这之前，菜做的乱七八糟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东坡肉这道菜糖是着色用的，不是吃的。青江菜火候不够，显然油温太低。肉太甜，菜太生，英吉利亚人做菜就是个笑话。说得好，给我死！上次也有个人不知死活笑话德师傅的手艺，后来我在万国再也没见过他。这家伙果然不像君子。
该我了。五虎断门刀法，湖广一带卫所教习所用。传授你刀法的是我朝将官吗？在万国，我有很多师傅，可以说全世界都是我师傅。我不关心这是什么刀法，能砍瓜切菜，顺便砍翻你就行。邯郸学步，东施效颦。来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华功夫。现在是营业时间，我可没什么功夫和你玩，请你先去死一下，别打扰我客人用餐，谢谢。空手入白刃，单刀直入。拨刀式。等一秒，我有话说。话快说。不是对你说，泡汤的还没好。早就好了。那还不给？很久没见德师傅耍刀砍人，想欣赏一下。Idiot！ 没见我快不行了吗？唉，给。再来啊！我觉得这样似乎不是最公平。哼，你到我店里捣乱，还想要公平？说的也是。陆兄，接着。谢了，书生。不谢，二位点到即止啊！点到即止。点到即止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点到即止就是打到有人倒下为止。我也不知这冲你没装弹啊！梦龙只是一介读书人，阁下才是本朝军中翘楚，开火之前也不检查一下的。打得不错，给我死！百无一用是书生。侠客叔叔，这位就是侠客。侠客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别管。他是我的客人，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的客人我本不管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们两个快把这条街都打烂了。我先把他的事办了，回头再来找你算算这笔账。没问题，先解决这家伙。这里邻居们的损失我负责。今天这里的一切损失因你而起，你怎么说？有人说你是万国第一剑客。我是。为什么是你？像你这样装腔作势的家伙，等回到京城要多少有多少。这很容易，你去找把剑，我亲手告诉你为什么。
我等的就是你和你这句话。喂，把你的家伙给我使一下。什么？这是我的？你这人看起来挺气派，原来这么小气。这又不是剑。只要是带刃的东西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舞刀弄剑这种事，我比吃饭还拿手。我好像还在生你的气哦。所以你更要支持我。万一我被打死了，你就永远没机会亲自来教我做人了。那边那位第一剑客，亮剑吧。不用。那你要用什么？3招之内能逼出我手上包裹内的剑，便算你胜。这里的一切损失一笔勾销。不必，我打烂的东西我都赔，钱财身外物，更何况我有很多钱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见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可以。你不问我想见谁？在万国，如果你只想见一个人，那就一定是他。跟你说话，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好。交个朋友吧。第一招来了。第二招。成功了！太天真。你。还是侠客叔叔厉害。何为万国第一剑客，竟然出火铳？是我大意了。谁说剑客就不能使铳呢？这很万国。刚才过了2招，还剩1招，先存着改天再用。只要打不死，我就还没有输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见一个人。起来，带你去见他。发什么呆呢？莫非你认识他？李药师的大名，天下又有几个不知？李药师驾鹤西归，距今已40载，却并无画像流传民间，为何你单单看个样子便知是他？爷爷，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你总是对着他练飞刀，还每次都插同一个地方？对这个人，我的飞刀一共出手了7317次，每一次都是直取其心。厉害。想学吗？也是时候教你一些本事了。这个人虽然早已死了，他的弟子却还留在世上。他的弟子是什么人？我曾经上过那艘怪船的事，有没有对人提起过？尚未曾提起。很好，先不要对任何人说。这是为何？别问原因，先答应我。我曾救过你的命，以你的实力，以后应该还会有需要我来救你的时候，所以先答应我。好吧，恩公。宋先生就在这座海角阁里。带你见他的理由和今早袭击小森林的人有关。今日凌晨，商会佣兵团第11队全灭。你的脚步很轻。现场还有30名小弗朗基人的尸体。你练得像是中华功夫。
我也是，我用拳头的少林伏虎罗汉拳。这些小弗朗基人死得很蹊跷。我的拳头练得很硬，刀枪不入。为什么你的话这么多？因为我想让你分心。罗汉拳！小弗朗基人身上的剑伤蹊跷，万国没有人是这样的剑法。我杀人的样子不喜欢被活人看见，所以你该死。想必你已经料到了杀人者的身份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你。东厂掌刑千户曹锦行，我没猜错，我受命于他，所受何命？缉拿天宫逆贼宋先行。他就在海角阁，请。打扰了。爷爷，爷爷，陆长风已进入海角阁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没错，宋先醒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又颠又痴，脑子却比任何人都要清晰。骗过他不容易。所以我竟然有点期待那位陆谦总的表现。的确值得期待。他家学渊源颇深，自幼天赋过人，乃是神宗、熹宗两朝神机营坚强武臣陆象天之孙，更是我朝200余年来最年轻的水师千总。世家子弟，少年得志，怪不得这个人的性格令人觉得讨厌。这个人的性格会让宋先醒觉得更讨厌。当年的王工厂爆炸案让他失去了世上仅存的2名亲人，他绝不会对自己的仇人宽容。复仇嘛，我讨厌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情感，我喜欢为我做事的人绝对冷静，没有感情。无需多虑，作为棋子，他只是一部娴手，做试探之用。能成自然是好，即便不成，也不会影响大局。东厂来的人果然都一样。当然，我并不是指你们的身体。欧罗巴人当真是爱说笑。哎，这是洗衣车，我刚做的。先生，这个很棒啊！我知道，这个用来给衙门审案打板子也不错呀，犯人们一定吃不消。举一反三，冯家的后人果然不错。献丑献丑。听说你是来拿我的，奉命行事。你觉得呢？我在来万国的路上见过这样的水车。巴纳威高山梯田，
我在吕宋的前3年一直在建设这些高山，那段日子可是不轻松。所幸成了，终于有地方可以种我喜欢的豆子。这些豆子很娇气，一定要种在条件合适的山上才有滋味。多亏了先生，吕宋的人不用再挨饿了。也多亏了天公建这座万国之城，才没有让小弗朗基人独霸吕宋。所以你对吕宋有恩？好像是的，虽然施恩并非我本意。什么才是你的本意？我建立万国的本意。是的，我想听。在这里，每个人凭本事吃饭、赚钱享乐，或者像我一样做点学问。没有人可以凭借武力强大或人多势众，就享有超越别人的权利，甚至是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权利。我们建了这座城，万国，诚如其名。无论你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无论你代表的是1个人，还是10万人、100万人、1000万人，万国都一视同仁。以人之名，以人之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既知我奉命来此拿你，却为何对我有问必答？万国和小弗朗基人的战争并没有结束，从昨晚到今天，我们损失了10座外围哨站。这是新一轮的攻势，而且似乎比以往都要强烈。所以你们需要我。陆谦总乃我朝军中翘楚，精通水战，我们需要你。所以你需要我认同万国？我相信你会的，因为你是陆长风。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瞒过你。似乎你也并未打算瞒我。小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愿望，长大后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人，成为天公。啊？现在呢？爷爷死了，妹妹生死不知，所以现在我只想知道真相。熹宗6年，灾变前1日，鬼车鸟滞留京城观象台，昼夜哀叫。灾变前3天，东北角上有云气四起，又似关刀。当日，工部王工厂火药库震声如雷，霹雳不绝，天崩地塌，烟如灵芝，昏黑如夜，万事平陈。东自顺城门大街，北至刑部街，长3-4里，周围13里房舍尽碎，尽为齑粉。爆炸猛发之时，先帝正在乾清宫用早膳，突然大殿震动，先帝扔下饭碗，起身直奔交泰殿。不满周岁的皇太子在宫中被砸死。真是天公做的？此案由东厂经手彻查数月，证据确凿，当是天公无疑。真相，你确定自己想知道吗？当然。的确是我杀了陆向天。我希望你能有一个足够合理的解释。之所以杀他，因为点燃工部局王工厂火药库的人，便是他。
神器谱前篇已经在我手上了，恭喜了。库里的雷药全炸了，天宫在东方最好的火器师、铸造师也都死了。接下来是你，舍得杀我吗？杀了你，也许就再也得不到神器谱后篇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。只不过，徐念留下的《论天体的运行原本》，你们已研究了许多年，不是仍然毫无进展吗？不如将原本还给我。既然当年李药师可以从原本中破解出神器谱前篇的秘密，相信我也一样可以找出后篇，以及徐念的下落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。药师教会我许多道理，最重要的一条是：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既然如此，我最好选择在此时此地杀了你，以绝后患。你的才能并不在李药师之下，却无法为我所用。这是今天第二件让我觉得可惜的事。不必可惜。你的祖父陆向天，父亲陆东壁父子两代皆为神机营将官，亦是天宫。陆向天当年曾追随辽东铁骑李总兵远征朝鲜，平定倭乱，立下战功，亦在战场上对我有救命之恩。你父陆东壁资质过人，是天宫最为器重的火器大师。可惜东壁兄夫妇二人在试验雷药时发生了意外，此后向天秦辈独自抚育你兄妹二人。只是他渐渐像是换了人，不但迁怒于天宫，更视我为敌，仿佛是我和天宫害死了他的儿子。7年前的那个早晨，身为神机营坚强武臣的他，利用职务之便进入工部局王工厂火药库，点燃雷药，酿成惨剧。现在想来，他是被米迦勒利用丧子之痛控住了心智。才会身不由己，任人摆布。只有足可致命的伤痛，方能冲破米迦勒的精神控制。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你的祖父已不愿辱没天宫之名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米迦勒最后只得到了9章中的最后一章《逍遥游》，并据此造出了连天宫都无法完成的海中神器。王工厂爆炸案之后，天宫不得不远离故土，这样东西一直留在身边纪念陆前辈。现
现在是时候交给你了。什么人？自己人。嗯。陆长风，万国商会联合佣兵团第13队代理队长。从今天起，由我对诸位的性命负责。不愧是神器谱中之物。徐氏神器谱前篇共9章。40年前的倭乱中，驻李左使大破扶桑水师的铁甲龟船，便是9章中的第1章。明良海战，陆良海战，龟船以一当百的传说，我从小便听爷爷讲过。陆向天前辈当年可是立下了赫赫战功，还有我的恩师，那是他最后的。说呀，我想听。可我不想说。我绝少对人提起李药师，今天算是破例了。那说回神器谱的事吧，我还是想听。神器谱前篇中的9样神器各有精妙不同，而以当年天宫之力，亦只能制出其中4种。只可惜，7年前王工厂这一炸，不但损失了神器谱，还有我们最顶尖的火器与铸造大师。所幸来到吕宋之后，天宫的匠人们凭技艺与悟性，将这4件神器复原得有模有样，虽比不过原书所载之精妙，倒也可堪一用。且让学生来猜上一猜，这4件神器莫非是铁甲龟船、风流马、火烧鱼和红莲将军。宋先醒能守住万国，想必就是靠的这个了。这男孩的血不对，没有用了。救你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我那天应该是晕过去了，再睁开眼，已身在神机营总堂。不是神机营救的？不是，他们对我的出现也是莫名所以。不过那里都是爷爷的老部下，所以我不愁没人管。各家叔叔们你一口我一口，把我喂到这么大。把你喂到这么大，一定很辛苦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那你应该入神机营啊，怎么去了水师？神机营？我不能用火铳，入不了。不能用火铳？爷爷讨厌火铳，不准我用。你爷爷不是神机营的坚强武臣吗？还打赢过扶桑人的15万大军，竟然讨厌火铳。
我父母在试验新火药时发生了意外，连尸首都捡不回来。爷爷恨上了所有与火药相关的东西。以前他在的时候，我还会偷偷溜去神机营玩玩火铳。后来他不在了，我反而变得听话了。我懂，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他叫长生，对吧？陆长生，长生不老的长生。我会帮你一起找到他的。你当时那样死命的咬住长生，不怕他痛吗？越痛越好。嗯，咬得越重，留下的伤疤就越醒目。和怕他痛比起来，我更怕以后再也找不到他。不能再靠近了！我们的空船不是小弗朗基人的对手。飞高点，带我去山顶瞧瞧。掉头，他们出来了！你率佣兵团主力去夺外围哨站，却只让我的13队策应监视。你理解的没错。这样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呢？不会，若非缺人手，你这个人我宁可不用。瞧不起我，还是信不过我？和你爷爷相熟的是宋先行，推荐你加入佣兵团的也是宋先行，不是我。显然，他比你更适合执掌万国。万国本就因他而生，而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他。即便你当真是有所图而来，只要万国有我在，凭你又能怎样呢？说好的3招，你还欠我1招。我可以现在就还你。不急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说到准备，就不能再多给我几艘空船吗？就这1艘能干什么？不高峰哨站，没个5、6、7、8艘空船可攻不下来。佣兵团的空船火力本就不及小弗朗基人，所以派给你的任务仅仅只是监视与牵制。听不懂吗？我很怀疑你是怎么当上千总的。莫非水师总兵也和你爷爷很熟吗？孙子有云：“兵无常形，水无常势。”陆兄此计听来甚妙。那个孙子，净说些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其实我早就明白的事。天赋资质，人人各有不同，只能说陆兄天资过人了。别夸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算上火烧鱼，我手头总共也只有2条空船，还不够。别发愁，我还能搞来2条。好兄弟，我就知道找你来管用。只要能胜，命都可以不要，面子又算什么？拼了！上次不小心打坏您的店，对不住了。这点万国银票拿去喝茶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就别再来这条街了。我做人这么善良，是不是会被人瞧不起啊？答应了，我们有空船了。
书人，读书人。陆长风总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我开始明白什么意思了。不可！兵书有云：围城必却。是红色号令。不进。我上来了，照顾好你自己。哎，小心呐！陆兄，怎么了？你马上的人是谁？啊，侠客，他怎么了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无论黑夜还是白天，月亮始终就在那里。现在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陆千总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拿下蒲高峰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慢。我本不该去，那显然是你的激将法，也不该来。我答应了这些人要做一些事。我不知道他们许诺了你些什么，但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对你来说并不容易。我来不是为你，注定将来后悔的事，最好现在就不要做。万国商会联合佣兵团13队代理队长陆长风，响东侠客，先问过我手里的刀。贵国的男人果然靠不住。陆千总可是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别忘了令妹。除非长生现在立刻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和近在眼前的大义比起来，我们之间的约定似乎也没那么急了。为了家人，陆长风愿做世上最恶之人，这话也不知道是哪个说的。这话好像是我说的。为什么你可以承认得如此理直气壮？因为他是陆向天的后人。
那要怎么样？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爷爷若还活着，也会这么做。有他老人家撑腰，我当然理直气壮。真会胡扯，只比嘴上功夫，贵国或许是世界第一呢。就算比手上功夫，可能也是第一呢。除非现在就让我见到长生，否则就别在我面前说废话。行，你不用兵器，我也不用。要赢就赢得你心服口服。这才像男人，够绅士。绅什么？别总说我听不懂的话，行不行？他就交给你了，那个更危险的留给我。更危险？你是指？我说过你还欠我一招，但这一招不算。我说过会帮你找到长生的，你看我没有骗你。可是你却想背弃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年轻人难免会犯错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长生就在这里，你要还是不要？你知道吗？无论黑夜还是白天，月亮始终就在那里。侠客这一剑很重，月姑娘的样子似乎很辛苦。侠客的第二剑本可切断身体，就算是他也会死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为何月天使身怀自愈之力，却仍会在身上留下陆长风的齿痕？这正是我不杀陆长风的原因。他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